上期节目给大家推荐了10万元以内特别适合家用、性价比超高的二手车，但是呢，现在很多买二手车的都是95后，甚至于说是00后了。那现在的年轻人普遍都比较崇尚单身主义，更不愿意要小孩。那对于年轻人来说，买车更像是买一个大玩具一样。那重点是自己要能喜欢，必须能彰显自己的个性。那今天这期视频，学长给大家推荐一些10万块钱以内特别个性、好玩的二手车，大家一定要记住，保存收藏好。那首先推荐几台适合颜值党的车，那这些车性能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呢，外观设计绝对没得说，开出去的回头率直接爆表。那首先就是标致的 RCZ 了，那 RCZ 是一台双门4座的酷配跑车，外观设计上这台车真的是太有想象力了。最标志性的设计就是那个 M 型的玻璃车顶，那从后面看简直就像是一个行走的艺术品一样，逼格直接拉满。那这台车的车头跟车尾都特别好看，但是呢，由于整车是一个前驱布局，从车侧看上去的话，整个视觉重心会在车的前面，就没有那些正宗的 Roadster 跑车看上去那么的优雅有速度感，这算是一个外观设计上小小的不足。那 RCZ 这台车分为2011款跟2014款，这两个年款的外观内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发动机都是这个 1.6T PSA 集团的代号 EP6 的发动机。那前期版本跟后期版本的发动机硬件参数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软件调教上面有些许差别。那后期版的马力有163匹，前期款的马力只有156匹。那这个发动机其实跟以前宝马的那个 1.6T 发动机是同款的，那在宝马车里面叫 N13，那放在 Mini 里面就叫 N18了，那放在标致雪铁龙里面就叫 EP6。这个发动机的省心程度其实挺一般的，有几个通病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那第一个就是机油的油底座比较容易漏油，那需要更换改进型的涡轮油管跟密封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还有一个就是烧机油，那这个主要是因为气门油封的密闭性不严导致了，可以更换后期改进版的气门油封得以解决。那玩老宝马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熟悉这个操作了。还有发动机周边的一些零件，比如控制配气系统正时的电磁阀，还有节温器，原厂的这些配件质量都挺一般的，好在现在都有成熟的维修方案可以解决。除了发动机以外呢，其他倒是没有什么可以坏的地方了。RCZ 这个6AT 的变速箱是丰田爱信的，只要定期的更换变速箱油，基本上是不会坏的。最后我们看一看 RCZ 目前的二手车行情。那当年 RCZ 的落地价格大约是35万元左右，现在2014年的车行情大约在9万元就可以买回来了。买回来玩一玩，当个盆栽组还是蛮有范儿的。那除了 RCZ， 还有二手的 Mini， 也是一个非常个性有范儿的小车。那 Mini 现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最多的就是第2代 Mini 了。那这代 Mini 的底盘代号是 R56， 年款从2007款到2013款都是这代 Mini。那这代 Mini 的发动机有2个，一个就是 1.6T 代号 N18 的宝马发动机。那这个发动机大家有没有很熟悉？没错，就是跟刚才 RCZ 同款的发动机。那通病跟 RCZ 也是一样的。那不过呢，因为 Mini 这台车机舱非常的小，维修不是很方便，所以的话修车的工时费要更贵一些。那还有就是这个 1.6T 自然吸气版本的 Mini 了。那这款发动机虽然动力赶不上这个 1.6T 版本的 Cooper S， 但是呢稳定性要比这个 1.6T 带涡轮版本的 Mini 要强很多。那这个版本更适合广大的普通消费者， 1.6T 的 Cooper S 更适合喜欢车的资深玩家。那今年二手车 Mini 的价格也是跳水了，像是13年的1.6升 Mini， 现在的行情也就7万块钱左右。那夜店男，也就是 Mini 的加长版 Club 们，现在大概的行情是8万块钱上下。那乡下人，也就是 Country 们，这个版本的 Mini 相当于是 Mini 的 SUV 版本，现在的行情也在8到9万元就可以拿下了。那今年买二手的 Mini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抄底时机。那下来给大家推荐几台适合性能党的二手车。首先就是大众的尚酷了，尚酷因为知名度比高尔夫的 GTI 要弱一些，所以的话，二手车市场里面的保值率也要比 GTI 要差。买二手的尚酷性价比就非常的高了。那尚酷的发动机有3个，一个就是这个 1.4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有一个是 1.4T 的涡轮机械双增压发动机。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代神机 EA113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那这个发动机是跟高 6R 是同款的， 2.0T 版本的尚酷也是学长最推荐性能党购买的。那EA113这个发动机，它是铸铁的中钢，强度非常的够，而且后市场的改装配件跟改装方案都非常的成熟，特别适合性能党。还有一台车就是现代的劳安斯酷派，那酷派是标准的前置后驱的轿跑车， 2.0T 的发动机原厂就有260匹的马力。那这款发动机跟30的 EVO 10代上面的 4D11也是同源的，机械结构上跟 EVO 10代的发动机基本上是一样的，键盘值简直是拉到爆。那如果运气好，还能淘到 3.8升的酷派王。那这款是当年的大顶配，原厂就带 Brembo 的刹车，后桥的限滑差速器跟差速锁，3.6升的 V6 发动机，原厂就有347匹的马力，加上一个激增，轮上轻松突破500匹马力。
现在13年 2.0T 的酷派行情大概在6万元到8万元，这个主要分车况。3.8升的酷派王因为车源太少，所以的话基本上都是一车一价。如果你觉得酷派的价格还是太贵的话，那还有现代有一款非常不错的小钢炮，也是特别推荐的，那个就是现代的菲斯了。那菲斯这台小车也有小钢炮车型的全部元素，比如说这个 1.6T 的发动机，原厂就有204匹的马力，还有6速手拨双出的中置排气。那最个性的就是菲斯是这个市面上唯一一台3门车，这个车从主驾这个角度看上去就是一个双门车，那从副驾这个角度看上去又变成了4门车。菲斯的后排有1个门。那学长想不到目前市面上还有哪台车有这样的设计，如果你还知道有哪些车是这样的设计，可以打在弹幕里面。那菲斯推荐的原因主要就是外观超级的有个性，动力也非常的强，最关键的话就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那现在13年 1.6T 的菲斯在二手车市场里面的行情大概在4到6万元不等。那对比一下，福特的嘉年华 ST 现在都被炒到9万块钱了，那6代的高尔夫 GTI 现在的价格也要8万多块钱。那要知道，嘉年华的 ST 原厂只有182匹马力，那6代的 GTI 原厂也就200匹，那马力都没有这个菲斯大。颜值，菲斯跟嘉年华 ST 还有6代的 GTI 相比也丝毫不差。那现在你花将近1半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台现代菲斯了，那这个性价比，我想问问还有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看到这里的家人们，要你们一个一键3连应该不过分吧？你们的点赞越多，学长更新视频的速度也就越快。那这里是超音速，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我是吉姆学长，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